哟，这里是青宇啊，今天给大家带来永劫无间冷知识第2期啊。上期冷知识呢，应该有很多人都学到了，但最让我没想到的呢，是很多观众说最大的冷知识是这个。霹雳是雪，我一直以为霹雳是闪避那个黄球。既然如此啊，那这期我就再给大家整点冷知识啊。话不多说，咱们进入正题。我是一个和尚，我被对面的大佛抓到手里了，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不吃大佛摔的伤害呢？当然是有的。这里非常明确的告诉大家，和尚带 F1 技能可以100%免疫大佛摔的伤害。和尚的大招分支不同，摔人的动作也会不同。目前游戏中绝大多数和尚呢会带 V3 大招，而经过测试呢，无论是单抓还是双抓，和尚被抓之后疯狂 F 可以100%免疫 V3 大招伤害。但是这个 F 呢一定要很快，如果按得慢了呢，还是会吃到伤害。而如果对面大佛是带的 V1 或者 V2，经过测试啊，被单抓依然可以免疫刷的伤害，但如果是双抓就没办法免疫了啊。这个呢，我觉得可能是个 bug， 也可能是机制啊，毕竟这个东西呢存在至少2个月了。所以如果玩和尚下次被抓了，可以试着疯狂按 F 避免摔的伤害。游戏中呢有宝库这种东西啊，拿到宝库钥匙呢就可以开启。当你捡到宝库钥匙后啊，会在地图上标出对应宝库的位置，但是你怎样才能判断这个宝库有没有开呢？这里有一个小知识啊，就是你把地图拉到对应宝库的位置，然后放大地图。如果宝库的边缘是白色，说明宝库还没有被开启过；如果宝库的边缘呢是橙色，则说明宝库已经被开启了。下次如果不确定宝库有没有被开启呢，可以用这个方法确定一下。山南的风吹到人之后呢，很多人都会直接用弓箭蓄力，或者用近战蓄力，或者跳 A。而这几种方法呢，一旦打到被风吹到的敌人，对手就会被从风上打下来。但如果你的风在打到人之后呢，你用连弩、鸟铳之类的进行输出是不会打飞敌人的，并且如果你有弓箭，完全可以不蓄力疯狂射击，这样对手只会受到伤害而不会被击飞，队友也更方便和你一起集火。所以如果下次拿到风南吹到人，队友有人拿弓箭蓄力把人打飞了，你就可以好好教训他了。关于魂玉啊，魂玉在死亡后呢会随机掉落一半，但如果你身上只剩下1个魂玉，那么死后呢，这个身上唯一的魂玉会100%保留。所以如果下次觉得自己必死，身上又有像噬魂斩啊、芳华雨这种极品魂玉，可以丢掉身上其他的所有魂玉，只保留1个，这样死后返魂，这唯一的魂玉还是会在身上，算是个开局保装备的小技巧了。和尚变大之后的大佛呢，头上是可以站的，所以如果在一个非常空旷的地方，对面大佛变大，自己实在没地方躲，可以跳到他的头上去。当然，如果对面大佛抓到人要摔，这个时候呢就要记得跳下去啊，不然在头顶呢也是会吃到摔的伤害的。这个呢也算是个小技巧了。聊胜于无啊，在实在没办法的时候呢，也不是不能这么玩啊。那这期咱们就简短的分享这5个冷知识啊，不知道还有什么知识或者技巧各位觉得特别冷门的，也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区留言。如果各位觉得视频还不错呢，可以给视频一个点赞投币。如果对永劫无间的更多内容感兴趣呢，也可以点一个关注啊，后续呢我会更新更多内容。那这期视频咱们先到这里了，各位有缘再见，拜拜。